这个是背阔肌的上边缘。中线呢，再强调一下，中线两侧有柱状的结构。这个柱状的结构呢，不是背阔肌的，它是下边的这个多裂肌，还有竖脊肌在体表构成的这个造型，它是鼓突出来的。这个地方凹进去的这一块呢是大转子，这块鼓起来的是阔肌膜张肌，这块就是臀大肌的一个体积。这里呢有一个印儿，凹进去的一个印儿，这块呢是股外侧肌后边的这个轮廓，股外侧肌比较饱满比较大，然后后边的这一块是股二头肌。首先呢，对着这个模特，我们还是先去观察它的一个大的形状，先来概括它整体的一个形。我们一步一步的进行，画的过程当中呢，不断的去调整，以达到形准。大致的勾勒出了它的基本轮廓，然后把多余的线条呢去一去，然后我们找一下它的中线，后脑勺的中线、颈部的中线、背部的中线。它这个背部基本上是正朝着咱们的，大腿的肌肉比较发达，比较饱满，然后膝关节这里呢比较窄。对于它具体形状，就是自然形状的一个归纳，然后脚部的一个形状，然后是手臂、肩头也比较饱满。然后手臂的一个朝向可以比较一下，前臂应该再往下降一点，然后手这几根手指呢，它们是含到了一起的，这根手指是翘起来的，所以呢，这样去概括一下。然后是它头部的形状，大致的人形呢，我们已经概括好了。我们往里面去找一下它的解剖结构，从颈部这里开始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隆起，这个是它的第七颈椎。第七颈椎呢是骨骼在体表上的一个造型，一般呢我们称之为骨骼标记。在体表中能找到的骨骼造型呢，都称为骨骼标记。然后再接着往下，我们看到这里，在体表呢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印儿，这个是肩胛岗，然后肩胛骨的内侧缘，这里呢也是骨骼标记，这是肩胛骨在体表能观察到的骨骼标记。然后它的胸腔大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轻轻浅浅的带一下。然后我们来画它的斜方肌，在肩胛岗和肩胛骨内侧缘转折的地方，有一块斜方肌的附着点，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肌腱，然后围绕着第七颈椎有一个菱形的肌腱，这些呢都是斜方肌在骨骼上面的连接点。然后在这个位置，就是胸腔上面的胸椎结束的地方，是斜方肌这个形状的最下边。有一些我们是从图片中看得到的，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根据它的一个基本规律推测出来的，有点明暗关系，我大致的给它稍微的带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看到肩头，在这个位置有点鼓，那这个就是它肩三角肌后束。我们画这个解剖结构的时候呢，不是说从哪开始都可以啊，我们要先从比较容易入手的地方开始。你看刚才我们找的这几个鼓点就是最容易观察到的，然后跟它相连的结构逐渐的就能够显现出来。然后一些不容易观察到的，根据我们画面的内容越来越多，然后也就逐渐的越来越清晰。然后肩三角肌上面的肌腱也是连接到肩胛岗的，然后肩胛下角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确定肩胛骨上面的肌肉了。首先是冈下肌，冈下肌呢这块比较大，挨着冈下肌的是小圆肌，小圆肌呢比较小，它们都去向肱骨头，大概呢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是手臂，手臂的肱三头肌，肱三头肌的肌腱比较长，一直连到耻骨鹰嘴。然后画的时候还要注意肌肉和肌肉之间的这种前后关系，谁在前谁在后，谁遮挡着谁。然后这个肱三头肌后边这个肌腱旁边还有一块肌肉，然后挨着小圆肌下面有一大块肌肉，这一块呢是大圆肌。
大圆肌要往前面走，往前面走，它要去到这个肱三头肌的前面，所以说在这里看到呢是手臂遮挡住大圆肌，小圆肌遮挡住手臂。然后在肩胛骨的内侧缘向斜向内上方连接，这里是菱形肌，然后包裹着肩胛下角和一部分的大圆肌，再往前包绕过去，这个是背阔肌的上边缘。中线呢再强调一下，中线两侧有柱状的结构，这个柱状的结构呢不是背阔肌的，它是下边的这个多裂肌还有竖脊肌在体表构成的这个造型，它是骨突出来的，只不过呢它们都被背阔肌遮盖住。背阔肌是比较薄的一块肌肉，那在背阔肌上体现出来的造型呢是它下边的造型，背阔肌只有在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。对于我们看不太清楚的结构呢，就可以不用画的那么具体。如果说想要画的很具体的解剖的话，那可以直接对着解剖图谱画解剖人。我们画人体更多的还是，根据我们观察到的模特身上的结构来画。背阔肌过来之后，两侧这里呢是腹外斜肌包过来的肌肉，属于腹壁部的肌肉。我们继续画到臀部的肌肉，在这个模特中呢能够看得到这一块它的臀大肌还是比较发达，所以说向下延伸的比较清楚。这个地方凹进去的这一块呢是大转子，这块鼓起来的是阔肌膜张肌，这块就是臀大肌的一个体积。这里呢有一个印儿，凹进去的一个印儿，这块呢是股外侧肌后边的这个轮廓，股外侧肌比较饱满，比较大。然后后边的这一块是股二头肌，这是股二头肌的肌腱，这里股二头肌腱比较实隆起来的这一条，看起来就比较结实，比较有韧性。然后另一侧呢，这里边有半腱肌、半膜肌，这些肌肉呢在体表看不到，在这个角度下也看不到，所以说呢这块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画。然后这个地方叫腘窝啊，它凹进去的一个窝，把这个肌腱呢再强调一下。小腿肚子的肌肉是从这个窝这里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看到另一侧，另一侧的结构呢就不是很鲜明了。腘窝这里面呢就有点鼓起来了，这里面呢也有脂肪垫儿。就屈膝的这个动作下呢，它凹进去更明显。在膝盖伸开的时候呢，后面它就有点隆起来。然后这个是股外侧肌和股二头肌之间，它没有太清楚的这个边界。然后另一侧的大转子，大转子前面呢有一点微微隆起的阔肌膜张肌。在这种伸脚背的情况下，脚踝就不是那么特别的突出了。你看这边的脚踝更突出一些。小腿上面比较明显的肌肉呢，就是小腿肚子、腓肠肌。对于脚部的话呢，这个解剖结构没有它的体块结构更重要了，更要紧了。所以说呢，把这个脚概括的偏体积、体块一点。好，我们看到小臂，小臂上面的肌肉呢，其实跟小腿是一样的，它虽然多，但是对在外形上面呢，不是很鲜明的，我们可以不用去画的那么详细。上面鼓起来这一块是肱桡部，里面包含了肱桡肌和桡侧弯长伸肌。然后下面这一块是伸肌部，它对应的是掌背这一侧。然后再下面呢，这里呢是屈肌部，
也可以叫深肌肌群和屈肌肌群，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块肌肉。对于小臂，我们这样去概括就可以。然后另一侧的这个窝的上边就是它的弓桡部，弓桡部呢是转过去的，它是结束在对应的大拇指内侧，在这边的大拇指是后边我们看不到的。这块小三角形是肘肌，肘肌下面的这一大块就是它的深肌部，对应的是手掌的背侧。然后这里是前臂的一个厚度，这亮面、暗面。那这个是手部的一个概括。以上呢就是针对解剖结构的训练，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加强对解剖结构的一个掌握，然后呢也更多的是去通过模特分析它的解剖结构。虽然说呢解剖就是具有普遍的规律性的，每个人的结构长得差不多，但是每个人的造型它长得是不一样的啊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区别。就算是肌肉很发达的人，他们每一块肌肉的形状它也都是不一样的。啊，这个呢就是锻炼我们去观察不同的人，通过不同的模特体态特征、体型、外形去分析他的解剖结构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差异性、一种特征。那么这节课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